成都有很多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，从历史悠久的小巷到文化创意园区，从四合院到银器博物馆，成都拥有超过2400年的悠久历史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今天去哪里》。这是我们成都之旅的第2部分，我们将探索更多地方，品尝更多美食。这些餐厅的设计看起来像是来自古代的中国。我们去了这家很受欢迎的餐厅吃早餐。早上这里就已经挤满了人。工作人员也忙着切烤鸭，需要等一下才能找到座位。看来当地人也经常来这里吃早餐。在柜台点餐，店员才会安排座位，而且很可能需要和别人拼桌。大部分食物都是辣的，有点不习惯。我们额外点了豆浆来解辣。早餐后，我们乘坐地铁前往第一个目的地。宽窄巷子是清朝时期经过修缮的传统居民街区。这里共有3条平行的巷子：宽巷子、窄巷子和井巷子。这3条街道是清朝战乱后部分建筑的遗迹。宽窄巷子既有精品酒店，也有售卖当地小吃的餐馆和传统茶楼。这里融合了古色古香的建筑、成都当地的生活气息、美味的当地美食和传统的手工艺品商店，使其备受欢迎。你也可以在地图上看到3条平行的巷子。清朝时名为杏仁胡同，据说当时有地位显赫的军官居住于此，出行会乘坐马车，因此修建了7至8米宽的宽巷。目前这里仍保留着70多个传统的四合院。一大早，街上就挤满了游客。这里也有街头艺人。我们正在考虑先喝咖啡还是茶。最后选择喝咖啡。这里还有星巴克咖啡，还有阿拉比卡咖啡店。这里是东西方交汇的又一处地方。咖啡饮用起源于西方，如今却在中国传统的庭院里出售。窄巷子宽约5米，清代被称为太平胡同。由于当时一些外国人在此购买并重建房屋，
建筑风格已转变为西方特色与中国传统风格的融合。清朝时期，这条巷子是普通百姓的住所。窄巷子节奏较慢，氛围轻松。你也可以选择在这里穿传统服饰拍摄照片。这里还有地下商店。里面甚至还有一个瀑布。这其实是一家纪念品商店。瀑布用来吸引游客，让他们前来参观。里面摆满了琳琅满目的纪念品，内部装饰非常有趣。成都的匠筑少城记忆是一个位于窄巷子，以营文化为主题，深度融合了老成都历史与非遗文化的沉浸式体验馆和旗舰店。它是著名银饰品牌匠筑在全国打造的最具代表性的门店之一。建筑风格完全按照原汁原味的川西院落打造，青砖木门、青瓦四合院风格，古朴典雅，有点像老成都复原版宅院。它是宽窄巷子里最大的独栋别院式建筑，面积约1500平方米。简单来说，你可以把它看作一个聚集历史建筑观光、银器博物馆、非遗手工艺体验和特色购物于一体的文化空间。这里不只是一家商店，更像一个小型文化馆，通过多种形式，让你感受到银文化和老成都的魅力。这里不只是在卖东西，更像在讲文化故事。店内设有银文化博物馆、川西庭院、打金街等10余个展示区，可以了解到银文化的历史变迁。里头有专业的手工匠师傅在现场进行篆刻、花丝等精湛工艺展示。也可以近距离观看银饰品的制作过程，感受匠人精神。匠筑品牌坚持一店一文化的理念，因此这里的每一件产品都带有浓郁的成都印记。你可以在这里找到融入了熊猫、蜀绣、脸谱、漆器等四川元素的银饰品和工艺品，这些是其他地方很难买到的成都特产。店内还定期举办过旗袍秀等文化活动，皆在展现与银器文化一脉相承的东方古典美。这个商店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成都市文旅商结合体。井巷子在清代被称为如意胡同。据说清军进驻成都后，水源不足，人们便在这条巷子的西端挖了一口井，因此这条巷子就被称为井巷子。由于当时这里的居民似乎都是仆人，所以建筑物显得有些简陋破旧。这里商店不多，所以我们很快就离开了。我们探索了小巷周围的区域，
周围还有一些有趣的街头艺术。我们乘搭滴滴前往下一个目的地。这是另一个颇受欢迎的当地景点——东郊记忆。东郊记忆是成华区一个重要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，它是著名的旅游景点，将20世纪50年代的工业厂房改成充满活力、现代化的艺术、音乐、时尚和餐饮中心，完美融合了复古工业美学和当代青年文化。园区建于原成都电子广场旧址之上，保留了红砖建筑、烟筒和机器设备，营造出一种怀旧的复古氛围。它汇集了音乐、艺术、戏剧、摄影和设计等创意产业。这里也经常举办现场音乐会、节日庆典和展览。在逛商店、漫步于废弃铁轨之间、拍摄工业建筑，在公园各处的咖啡馆小憩。这种体验，与其说是一次购物之旅，不如说是一次文化漫步。对成都街头服饰和青年文化感兴趣的游客来说，这片区域提供了一个难得的体验。时尚、建筑和生活方式在这里自然融合。整个区域面积非常大，超过20万平方米。如果想充分探索这个区域，可能需要一整天的时间。这里有很多拍照景点、商店和装饰品，可被用为摄影道具。这里有很多商店，可以慢慢逛。街头漫步、购物、品尝美食，沉浸在文化中心的氛围中。这里是比较受游客欢迎的拍照地点之一。人太多了，没法拍到满意的照片。这里的活动有时要等到夜晚才开始。下午茶时间到了，这家店似乎很受欢迎。我们在吧台边找了个座位坐下，等着我们的饮料。我点了一杯含有威士忌的饮料，这是加了威士忌的冰茶。我们看到这家烤鸟串店，就想去试试。想了解一下当地烤鸟串的标准。首先，先来一杯啤酒。我们点了不少烤串，需要等一下才烤好。这个提灯烤串很特别，因为很少有店供应。我们看到这家酒吧
就进去喝一杯。中国的酒吧令人印象深刻，这里的装饰风格比较复古。我们来得太早了，现场乐队还没开始演出。我们点了2杯鸡尾酒。天黑之后，气氛看起来更美。灯泡增添了温馨的氛围。这个地方白天和晚上一样热闹。这里似乎也是一个很受欢迎的直播现场。我们离开的时候，有个歌手正在直播。我们一整天都在外头，该回酒店休息了。酒店有提供早餐，也有水果可以吃，和鲜榨果汁。这些只是开胃菜。我们点了2份早餐，这是1份牛肉面套餐，配有小菜。这是一套西式燕麦早餐。我们乘坐地铁前往第一个目的地。又到了喝奶茶的时间了。这是中国比较受欢迎的奶茶连锁店之一。我们在酒店附近看到了这家餐厅，于是决定试一试。食物很正宗，味道还不错。这间是比较注重性价比的奶茶连锁店之一。这是我们离开前喝的最后一杯奶茶，味道不错。我们将乘坐高铁返回重庆。这个高铁站看起来像个机场，而且还很大。从高处看，这简直就是一个机场。里面还有餐厅。进入高铁站时，需要通过安检。这是我们的验票口。高铁来了。我们回到了重庆江北国际机场了。我们回去的航班在清晨，所以就决定在机场等候。我们在机场酒店办理了入住，准备休息一下。
酒店还不错，房间非常宽敞，只可惜没有钟点房。我们付了一整天的钱，但没法享受这一切，因为几个小时后就要乘飞机离开了。窗帘可以通过语音命令打开或关闭。小度，小度，我在。关闭窗帘。好的。小度，小度，在呢。开灯。好的。大部分黄色法拉利都不见踪影了。机场里也有一些睡眠舱，它们位于出发区的角落。我们起初想尝试一下，但由于所有人都开着门睡觉，就觉得有点令人窒息。这是一个小型睡眠舱，里面有一张可调节高度的按摩椅，也可以放低成为一张床。里面有电源插座和一些小风扇，也有一台电视机可以观看节目。今天就到这里了。